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凌赫。到今天呢，我已经入行快7年了。我是《宁安如梦》中的谢薇，也是《苍兰诀》中的长恒，还有好多角色我都没有说，大家可以去搜罗一下。我之前的那些戏有很多都是在横店拍的。形容横店是吧？酷热、寒冷，然后阴晴不定。横店这地方很特殊，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，所以说导致了夏天特别热，冬天又很那种刺骨的冷，然后天气呢又是因为下雨和不下雨差别很大，阴晴不定的，所以说我用了3个形容天气的词儿来形容横店。第一次来横店拍戏吧，2019年5月份开拍的《少女大人》。刚刚来的时候还是大学生，很新奇的一个地方。踏入横店这地方，就预示着我开始步入我的职业生涯了。然后这一切都是从横店开始，也是从横店开始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。你的微博含横店量特别多，是，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我演员路上开始的地方，也是我逐梦开始的地方。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应该也是这样，因为现在很多的戏，古装也好，现代也好，都会选择取景在横店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孕育了很多跟我一样的，影视人，跟我一样的演员。当时还发了这个作文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哦，我当时杀青的时候发的是吧？对，就是你给这个人物做的一个人物小总结。有没有勾起一些你的回忆？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其实很神奇，因为在之前的10几年里边，或者20年里边，确实都是演的我张凌赫自己嘛。就这个角色开始，我开始成为了另外一个人，也是少女大人，也是在横店这段时光，让我更加坚定了其实自己当演员的一个决心。因为我第一次在裴昭身上体验到了那种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那种爽感。我作为演员可以体验形形色色不同的角色，我觉得我的未来的职业生涯一定会多姿多彩。所以当时拍完第一个戏的感受就是，我一定要把演员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。这篇作文承载了我那一部分的记忆，每当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些那时候拍摄的画面了，或者说那时候拍摄的一种心境，都会到我脑海中来。有一种听到一首老歌的感觉。第一次在拍戏的时候，我会不由自主地盯着镜头，镜头在我面前，我会很害怕，因为那时候刚拍戏嘛，上课的时候也只是说老师面对面跟我来讲课，但是一旦到现场会有各种机位对着你，那种紧张就会不由自主在心里面萌生，然后一有镜头对着我，我就不会说话了，整个人就是僵着的，面部表情也是僵着的。那怎么克服？导演给了我很大帮助，他没有很严厉的去批评我了，因为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拍戏，他会去说你就不要去关注你面前什么东西，你就全身心的把自己的心放到角色里边，然后慢慢的去循序渐进的把我引导到了一个越来越放松的状态。每个戏都会有一些自己呈现这个角色上面的遗憾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儿，因为如果没有遗憾，就说明没有进步嘛。我可能过2个月、过3个月、过1年再看我之前演的角色，我会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有一种更新的方式可以把它呈现得更好？心态更加放松了，面对镜头会比第一次拍戏松弛很多。然后另外上面的话，对角色的理解肯定也比当时会进步一些吧。竹玉其实也挺特别的，竹玉是我演的第一个将军角色，而且竹玉是我逃离了横店1年之后，回到横店重新拍的第一个古装，重回横店的第一个戏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竹玉嘛，谢征他叫。然后这一秒过火也是我第一个了，第一个民国戏在横店拍的。然后剧情会比较紧凑，它的亮点可能在于它的节奏上面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
青春追梦人，其实我看到这5个字，我在想，难道一定是青春才能追梦吗？其实应该不是这样。在我概念里面，青春追梦人其实代表的应该是勇敢，就是说你不管什么年龄段，10几岁也好，30几岁也好，50多岁也好，你都可以成为青春追梦人，只要你心中有那一份勇敢就行。在我身上，我踏出了我大学专业那一块的东西，踏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当时就是一个青春追梦人，因为我不知道前路是怎样的，我不知道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就是选择了踏进去，选择了做下去。我觉得当时的我，或者现在的我，也依然就是青春追梦人。那这个过程肯定是有一些很难的时候，就当然对，当然。然后这种就比如说 emo 啊，或者说很消沉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度过？对，怎么去度过？自我消化吧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自我反省、自我消化。我是一个会比较喜欢问自己为什么的人。当我遇到这种情绪或者说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，就去了解到这个困境是怎么产生的呗。你知道怎么产生之后，就去找解决方案呗，就一步一步来。现在的梦，最近的、最符合当下的，那就是继续寻找好的角色。就是你不能急着说，因为哪个角色就让你能够成名，就能够让你一步登天。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。就是你当下拿到什么角色，你把这个角色完成到你能力范围之内最大化，这就是你作为一个好的演员应该做的事儿。然后继续把演员这条路走下去。远大一点的话，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角色可以被这一代人记住。对，太远了，但是也是我的梦了。像皮特的本杰明，就是那个对雀斑的万物理论，像蜘蛛侠系列，像蝙蝠侠系列，就是可以让人提起来你这个人就能想到你这个角色。